莘莘学子的节日。这一天的晚上，庞凤华回来的比较晚，他在下晚自修之前去了一趟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。庞凤华越来越喜欢听班主任说话了，他的话没头没脑，可以说云山雾罩，每一句都听得懂，连成一片之后却又什么都听不明白。其实这样更迷人，具有了朦胧诗的品格。庞凤华发现他和班主任的关系也越来越像朦胧诗了，意味深长得很，无头无绪，13不靠，有一种渴望被弄明白的焦虑，永远都没有一种妥当的说法。班主任的心情最近极不稳定，动不动就大喜大悲，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由头，大喜和大悲都是说来就来。班主任为什么会这样？庞凤华不笨，他也能猜出几分。老师和自己一样，都有一颗骚动的心。庞凤华很替老师操心了，有点怅然，特别希望替他分忧，又有一种说不出来路的甜蜜，可以说喜不自禁，格外的折磨人了。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将来也未必就会发生什么，但愈是这样，就愈是叫人牵挂，总是放心不下，叫你沉溺，都有点欲哭无泪了。庞凤华回到宿舍，离熄灯的时间只有最后的4、5分钟了，十分潦草的洗漱完毕，上了床，心里头也有点大喜大悲，很混乱的痴迷了。赵珊珊这时候进来了，一身的寒气。事实上，赵珊珊进门不久，宿舍里的灯就熄灭了。赵珊珊一进门就不对，只不过黑咕隆咚的，谁也没法推究。可是赵珊珊的不对劲，在她用水的时候还是表现出来了。她的手很重，动作相当大，水泼泼洒洒的，搪瓷盆也被她灌得咣叮咣当。看起来校尉队的魏向东老师没和他谈什么开心的事。晚自修临近结束的时候，庞凤华去了班主任那里。过了不久，魏向东就把赵珊珊叫了出去，是关于给同学起绰号的事。魏向东并没有批评赵珊珊，但是赵珊珊比挨了批评还要胆颤心惊，甚至是恐怖。他在宿舍里的一举一动，魏向东都掌握了。庞凤华这个小婊子，仗着班主任喜欢他，全都打了小报告了。赵珊珊憋了一肚子的火气，上床之后没有一句话。虽然灯熄了，同宿舍的人还是感受到了赵珊珊烁人的愤怒，在黑暗里晃。赵珊珊突然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”口气很不对，412宿舍的气氛顿时不一样了。赵珊珊重复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”庞凤华正想着班主任，从痴迷中醒过来了，心里头毕竟有鬼。赵珊珊的话在他的耳朵里自然多出了几分独特的威胁，不自在了。庞凤华接过话来说：“珊珊，你怎么了？”赵珊珊回答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”口气简直就是诗朗诵，但是所有的人都听得出，赵珊珊不是诗朗诵，而是有所针对，是有所指的，很严厉。赵珊珊最后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”他用这句话为今天暧昧的事态做了一道总结，而总结过后，事态反而更暧昧了。宿舍里头有一种古怪的东西，黑乎乎的乱撞，谁也不知道赵珊珊到底知道什么。她知道的东西和别人，尤其是和庞凤华，有什么特别的关联，很神秘，很让人猜疑。玉央躺在被窝里头，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玉央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头，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热，被窝里头污糟得很。他伸出左腿，想在被窝里头找一块凉爽的地方，
终于被玉央找到了。玉央左脚的大拇指在凉爽的地方竖了起来，真凉快，真舒服啊！一场冬雨过后，天气一天一天凉了，可以说一天一天冷了。梧桐树的树叶都枯在树上，蔫蔫的，黄黄的。虽然都还是叶子，可一点叶子的意思都没有了，而更多的叶子落在了地上，被雨水粘贴在路面。梧桐树上更引人注目的反而是那些毛果子，毛果子挂满了树梢，远远的看过去，满校园的梧桐几乎是一棵棵果树，但是没有丰收的意思，只有冬天的消息。细细的一想也是，毕竟已经是11月的月底了。然而对于师范学校来说，11月的月底却春意盎然，不管天多么的冷，风多么的萧瑟，雨多么的凄惶，师范学校反而更热闹。翻一翻日历就知道了，再有10来天就是129了。哪一所师范学校的工作日历能遗漏了12月9号呢？12月9号，那是革命的时刻，热血沸腾的时刻。那一天，风在吼，马在啸，黄河在咆哮。那一天，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高唱。正像81级的学生诗人楚天在橱窗里所说的那样，你129是火炬，你129是号角，你是嘹亮，你是燃烧。129是莘莘学子的节日，当然也是赵珊珊的节日，庞凤华的节日和王玉央的节日。是节日就要有纪念，这是制度。师范学校纪念129的方式并不独特，无非是把同学们集中到广场，以班级为单位举办一次歌咏比赛。大家在一起唱过了，开心过了，热闹过了，顺便决出1、2、3等奖，这才能够曲终人散。但是由于有了1、2、3等奖，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了，每一次都要争得厉害，同学们要争，班主任要争，音乐老师也要争。823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放了哑炮，一个年级总共6个班，823的总分名列第4，可以说很失败了。这一来，年轻的班主任对歌咏比赛自然要格外重视。说起来，班主任也是1982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虽说还打算考研，并不想在师范学校打一辈子的江山。然而事关荣誉，那又要另当别论。班主任老师毕业于省城师范学院的政教系，毕业的时候，辅导员再三关照，对荣誉一定要特别的留神。辅导员说，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争荣誉，不要羞答答的。大家都有荣誉，没事，你有别人没有，你的面前就有了一道楼梯，你就能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提干、分房、评优、做代表、找对象，你都用得上。别人有而你没有，你就白忙活了，累死了只能说明你身体差。所以荣誉一定要争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打破了脑袋再回头，不能羞答答的。这一点823班的班主任已经有所体会了。运动会开完的当晚，获得第1名的班主任抽烟的姿势都和以往不一样了。那哪里是抽烟，昂着头挺着胸，简直是气吞万里如虎。823在运动会上输了，在歌咏比赛上一定要捞回来。班主任为此专门召开了班会，做了大合唱的《战前总动员》。